巴菲特曾經買過台積電，但他很快就把它賣掉了。他說台積電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司，但他不喜歡那個位置，他覺得這裡兵凶戰危，這裡隨時有戰爭的風險，他不喜歡風險，所以他把台積電賣掉。但巴菲特把台積電賣掉之後呢，台北股市卻像噴井式的成長，而台積電也成長了好幾倍。那麼這樣問題來了，那到底現在台積電或者台灣不像巴菲特講，我們已經沒有兵凶戰危了嗎？台灣已經沒有戰爭的風險嗎？那如果台灣還像巴菲特講的，我們有戰爭的風險，那為什麼現在不斷的外資要來台灣投資？我們看到 ASML 也來了，我們看到 NVIDIA 來了，我們看 AMD 也來了，現在連康寧都來了。那台灣現在我們處的位置到底如何？到底安全還是不安全？這個現在變成一個很大的爭議。另外就是台灣的這一波是完全順着 AI 的順風車，我們搭上去了。但現在大家也擔心，現在台股已經到了45000點，這是大家過去想象不到的一個事情，想象不到的一個數字。但在站上45000點以後，就很擔心說，那是會有一個泡沫的來臨，會不會像2000年那個網絡的 .com 的那個風暴，現在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跌幅？但有人講那不一樣，這兩者不一樣，那不一樣又在哪裡呢？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台新星光的金控的首席經濟學家李振宇呂博士來跟我們聊一聊。呂博士你好。寶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那李博士，我看你最新的一篇臉書裡面特別提到說，其實大家都會擔心說，會不會重演.com的那個風暴？.com當時也漲得非常凶，就後來跌得非常可怕，但是後來又起來了。那現在這個 AI 一樣，我們現在看到台灣從來沒有這麼大的動能，一下子從1萬點、2萬點、3萬點、4萬點，現在看5萬點上去了。大家在那邊會害怕，會有驚驚，我到底要怎麼看待？我會重演.com的那樣的一個風暴嗎？我先從兩個角度來看哈。第一個，你先從 AI 的產業這個角度，我覺得我們現在對 AI 產業最大的風險不是在於 AI 產業會不會泡沫，而是我們對 AI 產業的想象力不足。其實這兩天黃仁勳也提過類似的看法哦，就是說我們對 AI 原本的想象是說 AI 去掃地做飯嘛，我們在吟詩作畫，現在看起來是 AI 在吟詩作畫嘛。我們在掃地做飯嘛，但頂多叫 Foodpanda 吧，對不對？所以你大概現在其實我們的 AI 實際的運作跟我們的目標其實還非常遠了。所以你看最近黃仁勳他除了在講 AI agent， 這個就是說實際上可以取代人們在網絡上包括這個電腦系統上的所有的作業之外呢，他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講說那 physical AI 要怎麼落地，要怎麼訓練這件事情。所以你說 AI 產業，我覺得 AI 產業可能就像那個 Lisa 蘇講的一樣，可能是9局棒球，現在第3局，3局而已，在第3局，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才剛開始，所以這個產業大概是非常 early stage 而已。但是你說那 AI 的相關的股票有沒有很貴？這是有啊，這是有。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純粹去看台股了，這個台股這個結構已經是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樣了。你去看我們用今年，就是今年2026年，現在過差不多一半，我們大概可以抓到今年的 EPS。今年台股賺100塊，就 EPS 100塊的公司電子公司我不要講傳產，電子公司有8家，50塊的有18家，10塊錢就是賺一個股本的有40家，這是你以前沒有辦法想象，5年前、3年前賺個7塊不得了啊！所以還是真的賺很多錢。對，他今年是賺10塊以上賺一個股本的40家，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真金白銀嘛，真槍實彈的在賺錢，它不像.com的時候。.com有個問題是說，我們現在講的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益比評價是最基本的一個起點當然你股價跑到很遠的地方，本益比到200倍、100倍，那當然本身會有點問題公司貴就是一個利空嘛但是你看這一次這一次台股現在這前50大電子股平均本益比在25倍，那台積電大概是22倍，22倍所以你有沒有說很貴？也沒有到很貴了，還沒有到很貴。那你看.com的时候，那個其實就是他們用那個評價創投的本夢比來評價上市漲貴公司，那這就不對了。那現在台灣其實現在全市場在看這些公司的時候，還是在看你說，那你有沒有賺錢，有沒有實際獲利？你的獲利多，你 EPS 拿出來給我看嘛。他不會是已經到瘋到說我只看你做的夢而已啦。那我覺得這個其實都還好。那我覺得比較可以觀察的是，今年有3大公司要上市嘛。這個科技股，美股科技股 ，SpaceX、Anthropic 跟那個 OpenAI， 那其實這裡面前2家都在獲利了。那我覺得最值得觀察是 OpenAI，因為 OpenAI 是一個沒有獲利。那如果它上市之後呢？真的大家
一蜂擁而進衝進去啊，這個時候就真的要小心哦，因為 OpenAI 那個賣的就是夢啊。對，如果那個時候大家發現大家真的是要用本夢比來看這個股市的時候，那個時候再衝的時候，那一波可能就是最後一波。對，那反而是如果 OpenAI 上來之後，市场是賣它，對，把它賣下來之後，那搞不好這一波 AI 是個長週期啊。所以我不一樣，就是我以前是買夢，我現在是買實際的一個獲利。對。所以你在文章裡面特別提到說，現在這個狀況跟當時的電力比較有關。因為當時電力出來的時候，大家也沒想到那個電力的發展會怎麼樣，那也覺得那個電力的整個後來它的無遠弗屆，等於深入到每一個環境裡面，它比較像現在 AI 所發展的狀況。對，因為電腦就是當初電力剛出來的時候，大家對電的想象只有一種，就是電燈。電燈，我就拿電來照明。對，就那博覽會的時候，那個整個晚上。而且那個時候呢，英國的這個外科協會的這個皇家外科協會的主席還說。這個看書不要用電燈對眼睛不好，用煤氣燈比較好。這個大概200年前大家想象那但是後來發現說，電其實不是只有電燈啊，包括這個電冰箱啊，這個起重機啊，你整個電氣化，甚至連汽車都是電。那我覺得 AI， 我們對 AI 的想象比較像是當初人類對電的想象。我們對 AI 現在想象是什麼？你去問任何一個人 AI， 你問 AI 是什麼，他跟你講說ChatGPT。ChatGPT 其實就是我講的，他在幫你吟詩作畫嘛，他在幫你做一些那比較 advanced 的人就說他幫我寫 coding， 對，但是實際上他都還沒有落實到，他都還在虛擬的世界裡面，都還在線上作業，他還沒有落實到地面上來，那其實像比如說電動車，比如說機械手臂，自駕這個東西，這個電動車自駕這個東西，這個其實很多。都是真正未來 AI 可以落地的使用。黃仁勳在這一次的 Computex 裡面非常強調，就是說，現在這種邊緣運算，然後呢，現在這種實力，特別強調了機械人。所以對於黃仁勳來講，現在如果 AI 還有一個新的動能，就是你要等於說剛剛講從空中從吟詩作對，對，開始落實。對啊，那現在已經開始落實了嗎？應該是這樣講啊。機器人所謂的 physical AI 不代表是所謂的人形機器人。大家可能要把這個事情拆開。我們講到機器人的時候，我們就想到說有一個人長得像人的機器人，然後端茶來給你要幹嘛？其實這個會是終極的目標。我覺得終極的目標是我們兩個中間可能會有個機器人，他來做很多事情，但是那個不會一瞬間就到達那個地方。一開始可能會有先有所謂的 physical AI。那怎麼去訓練它？其實他們現在訓練方法其實就跟當初我們訓練這個自駕車的邏輯是一樣。現在中國大陸就是說，因為中國大陸人力比較便宜嘛，他就叫每一個人帶着這個訓練器，走來走去啊，我去倒茶啊，我去倒酒啊。比如說我訓練一個服務生，服務生進來先看看大家茶杯裡面有沒有茶，有先沒有茶先幫你倒一倒，有沒有酒啊？沒有酒先幫你倒一倒，這個吃完的幫你收走。他可能先訓練這個東西，然後他先用人方法去訓練。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慢慢就會開始有出來這種 for specific 用的這個機器人，那一般通用的機器人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那好，那現在我們看到黃仁勳講說，我要去建構一個 AI 的基礎設施，那等於說他有一個 AI 世界。那你剛才講，我有一個電力，我有電網，然後我開始進到每個家裡面，開始有電燈、有電冰箱，有所有的電機設備。那現在黃仁勳在建構這樣的一個 AI 基礎設施的時候，他好像是要跟台灣完全綁定，因為他在講。你再怎麼樣子，你都繞不開台灣，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台灣就變成了整個 AI 的基礎設施裡面，它完全把我們台灣脫胎換骨了。對，就是說，我說台灣其實在過去這4次美國的科技循環裡面，我們是從很邊緣，從那個冥王星、海王星那裡一直跑，現在大概是水星這個部分，就在繞在那個太陽。如果太陽是美國的話，我們大概就在太陽旁邊繞。你曾經有一個很生動的是個所謂的形容，全世界的這個產業是一個太陽系，然後呢，太陽就是美國。我們台灣是最外面的，想跟天王、海王星可能是冥王星，可它現在已經到了台灣那個太陽的旁邊去了。對，因為你看啊，90年到2000年那時候 ，Wintel 的時候，台灣做什麼？就做什麼滑鼠啊，做什麼機殼這種東西吧，對不對？然後後來2000年到2008年那個時候的科技產業是NB， 台灣那時候有 NB55嘛，幫忙做組裝啊，幫忙做 ODM 嘛。然後到了08年到2020，其實全世界的科技的美國的科技的革命是手機嘛，就 Apple 嘛。那個時候就是台灣就變成說，我有提供這個 key component， 比如說像這個大立光啊，這個 key component。然後這一次呢是 AI 呢，核心就是什麼？就是 CPU 跟 GPU 嘛，做都是台積電的供應鏈在做嘛。對。所以我們就從最外圍這樣花了40-50年，從最外圍這樣慢慢走進來。
它其實不是大家想的說，我們一出生就在核心，不是啦。就是我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人一出生就在羅馬，我們不是啊，我們在從很遠的地方跑到羅馬來了，跑了40幾年才跑到羅馬，所以這個其實是台灣過去這3代人努力的結果。那我們看到黃仁勳特別來台灣，他沒有別的地方去嗎？只有台灣嗎？也就是說，今天這個產業鏈，他不然講，他現在比如做了這個 Vera Rubin，Vera Rubin 裡面好像除了這個 HBM 的記憶體是要韓國之外，你要解決的中間的晶圓的問題，要解決封裝的問題，要解決散熱的問題，要解決機櫃的問題，它好像所有的東西，它所有的解決方案都在台灣。這就是台灣現在為什麼在這個 AI 浪潮裡面這麼重要的原因。對，我們現在是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就是我們以前一直在講到說，那個美國要把台灣的這個 AI 或者是半導體移植到美國去，對，他一定有這樣想，也一定試着這樣做。但是就發現做不起來，就你移植一棵樹很容易嘛，对，你不可能移植一片樹林嘛。當你變成一片樹林的時候，大家只好來樹林裡面朝貢嘛。对，其實我覺得邏輯是這樣，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東西做成了一片樹林。當你做成一片樹林，那就不是那麼容易去移植的。你今天像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厂也很好嘛，問題是封裝還沒做好啊，你之後再回來是封裝嘛，對，封裝完再送過去嘛，其實都一樣的東西嘛。他說那我們要去那邊蓋封裝，可以啊。美國蓋廠就是2年到3、4年嘛，它不像台灣嘛。所以上次有人說什麼18個月之後，什麼美國的這個chip 的就會是全世界最大，那真的是想太多了啦，不太可能啊。你光蓋廠都還沒蓋好，怎麼會是最多？不可能嘛。所以這樣講，台灣其實有2條線。我跟你開始講，巴菲特一開始買了很多台積電，他買很多台積電以後呢，我覺得太危險，這個地方我不喜歡，所以呢，我就把它賣掉了，賣掉就漲。可是台灣一直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那我們也很多人講，因為這個危險，所以我靠什麼？我要靠美國來保護我。那可是現在我看到台灣內部就很多以美論啊，美國不會保護你了，美國不會保護你，而且以川普的性格，他搞不好還把你當成餐桌上的這個菜單，他會把你隨時交易掉。那現在有很多人這樣的一個擔心。可是你提到說台灣不用擔心，是因為台灣已經非吳下阿蒙了。現在已經不是美國要不要賣台灣，是他能不能賣掉台灣的問題。我相信，在過去這風雨飄搖的幾十年以來，美國內部一定有討論過要不要把台灣賣掉。只是說他沒有真的想要賣掉。對啊，他很可惜，他沒有早一點賣嘛，對不對？早一點，現在已經賣不掉，因為現在賣掉台灣等於賣掉美國嘛。因為美國你現在要跟中國做對抗，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AI 是主戰場嘛，你把台灣賣掉，等於我把我的 advantage 賣給中國嘛，我把我的優勢整個賣給中國，對，那這個時候我就不行了嘛。當你的東西綁定在一起的時候，你就沒有辦法賣嘛，對，他如果早一點要賣，搞不好就賣掉了嘛。講比較不客氣的，台灣從來不是在國際關係上做過什麼了不起判斷的國家。台灣從老蔣以來，每一次的國際判斷，我們都是判斷錯誤。每次都判錯嗎？對啊，比如說老蔣的杜威嘛，大概都知道嘛。對。那之前呢，希拉蕊在跟川普選總統的時候，請問台灣有多少人支持川普？沒有啦。大部分那時候幾個政黨都是支持希拉蕊吧？但是後來出來是說希拉蕊才要賣台灣嘛，對不對？他把國債給解決掉，大家鼻子摸摸都不敢講話嘛，對不對？而且再比較不客氣的，2015年、16年那時候，紫光要來台灣，對，買半導體。你去翻那個時候的報紙，那個時候每一個官員都贊成台灣把這些東西賣。那個時候唯一站出來反對的是誰？是 Morris 對，是 Morris。他說你們買不起。對啊，只有 Morris 出來反對，你其他那些公司我就不要點名了，大家回去查一下。我沒有講，我講的，每一個都去談嘛。可能開的價格太高，對方沒有買嘛。對，現在10年之後突然變很有錢。你要感謝說我們每一次都做出錯誤的判斷，但是我們每一次都被救回來了，化險為夷。對啊，都被救回來啊！我們不是我們自己多聰明，這個國家在對國際關係的判斷上永遠都是錯的啦。是，所以你現在以美論那麼大，就代表說一定又錯了吧？錯了，一定又錯了，對不對？我覺得這個討論很有趣，就是說。台灣其實你不是因為你自己覺得我要不要被保護，它不是現實，我覺得不是那個所謂的道德價值的問題。當然不是的，那完全是因為你在現實利益上面。對，也就講說，杜魯門本來很討厭蔣介石，對，他說他們一家都是賊，而且當時根本就要把你放棄掉。那放棄掉了以後，誰知道會有韓戰？當時中國都已經準備好了，他的粟裕的50萬大軍都已經準備要渡海了，都已經開始要打仗了。
就那批部隊就掉到韓戰。如果沒有韓戰，今天也不是這樣狀況，就沒有鐵幕。同樣的，沒有2019年，現在川普要跟中國打那個所謂的貿易大戰，要開始去搶世界的霸主，沒有中國威脅到了美國的世界霸主，他不會覺得警覺，然後我要跟你對抗。那在這個對抗之下，台灣才有價值，他才必須要保護台灣呢。是啊，就是因為我們第一個是我們大概就是我常常講在雞蛋與高牆之間我們永遠要選擇美國那邊你就跟美國綁定你綁定的越深，他不是不想放棄你，他是沒有辦法放棄你嘛，對不對？就是那個東西已經粘在我身上，我等於我可能要犧牲掉我整個半個性命去這個，那我還不如把它保護好。可如果你這樣講的話，那我們就非常好奇了。如果你要這樣講，美國如果賣掉台灣，他會要付出怎麼大的代價？他其實就失敗了。他怎麼樣失敗？第一個，你所有的盟友都會知道說你會背叛我，不背叛我，那你大家就对於你的這個信任是完全的危機。第二個，你可能在 AI 這個競爭裡面，你就全部都失敗了。哦，為什麼？對，因為整個供應鏈就被中國取走了嘛。那你請問一下，你美國以後晶圓代工要下哪裡去？自己蓋靠 Intel 嘛。所以川普現在就很希望說，第一個我扶持 Intel， 第二個他很希望是把台灣整個供应鏈都搬過去啊，不是現在不是台積電過去啊，是你台積電所有的供應商，包括做化工的，包括做封裝的，你們都來美國啊。对，所以我就說第二個就是量的問題。第一個你光蓋廠就蓋個3年嘛，蓋3年完之後，川普都下台了，對不對？第二個就是說那量能夠支撐多少嘛，能夠支撐多少量嘛。如果你就是可能就是5%、10%，那就是說也不是什麼壞事了。你有10%到20%、10%到20%的這個產能在美國，這對於我們來說也不是壞事嘛。就是告訴你說，中國如果真的來侵入台灣，那美國那邊晶片還是在嘛，所以這個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威脅嘛。但是你說這個美國有沒有辦法做到說像台灣一樣，整個供應鏈那麼完整，然後那個高效、低成本，這個看起來就是很困難嘛。是，對啊。至少短期之內我是看不到了，可能將來什麼2030、2035、2040有搞不好有機會，但是至少不是現在。所以你剛才講的，台灣現在不是一棵樹，台灣現在不是一個台積電。剛剛講的，你如果從這個 Vera Rubin 的來講的話，剛剛你不是只有中間的晶片，包括你的封裝，包括你的機櫃，甚至連那個滑軌，甚至你連這個所謂的散熱，它是整個一系列的東西。你中間包括散熱不行，你就完蛋了；對啊，滑軌不行也完蛋了，你的機櫃不行也完蛋了，你的 PCB 板不對也不行。可是那個東西很妙的是，那只有在台灣。所以你今天如果說你擔心什麼以美論啊，它賣掉。如果這個東西不能被美國所用的話，它就會被中國所用。它如果被中國所用的話，那美國麻煩就大了。是啊，完全同意啊。所以你完全從現實主義的立場來講，根本不用擔心這個事。對，我們就是從很現實的角度來看嘛。所以你要真的要相信台灣所有的政黨在判斷台美關係上從來沒有正確過啦，都是錯的啦。所以你看他們在講，就要很放心啊。不用太擔心。我不是說講某一個黨，就是每一個黨。都就這樣子判斷錯誤。好，那剛剛講的，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剛剛講的，川普跟對台灣來講，還是做了一些動作，讓我們有一點點小小的哎呦。比如說，他說要打電話，因為畢竟他現在伊朗是一個大問題，所以呢，他在跟這個習近平談完了以後，我覺得他棒子跟胡蘿蔔同時丟。第一個，我用那個台灣延後軍購，我給你一點好處是好，可是我要打電話給賴清德，然後呢，我要來威脅你。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你還是會讓台灣人覺得有一點，我隨時是被你拿到談判桌上面去啊。不是，台灣要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不太可能是籌碼了，但是川普就是這種個性的人嘛，所以很合理，就是大家很討厭他，是很合理嘛。我也討厭。對啊，就這很合理嘛。但是他就是會做這種雙面個性。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們要徹底的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說台灣現在是沒有辦法跟美國利益脫鈎。就是說，一旦台灣被賣掉，美國是會在中美競爭中徹底的敗退。你要從這個角度去出發。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出發，你就知道說他就在嘴炮嘛。他在嘴炮，那你就讓他嘴而已。其實不用自己嚇自己啦。對不對？我說真的現在講的，我現在覺得1971年嘛，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年那個時候你不怕，對不對？然後1996年在射飛彈的時候你不怕，你這個時候怕不是覺得很好笑嗎？這個時候怎麼有那兩次兵凶戰危？這個時候台灣的跟美國關係哪有那2次的好？對不對？利益現在是更綁在一起，
如果你那2次你都沒跑，你這是在跑什麼？根本不用擔心啊。我覺得這個邏輯是不對的啦。問題是說，因為人類的壽命是有限的，所以你大概你那些東西你只能從書上看到，你沒有辦法去理解當下的情況。如果你理解到當下的情況，你就應該知道說，其實不是長這個樣子。對，你現在的信息就是完全綁定在一起。對啊，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現在我先問，你覺得現在真的是一個中美的霸權戰爭，而且是修昔底德陷阱，而且這個霸權的戰爭只有一個可以存活下来嗎？其實美國沒有到那麼想要去解決中國，但是他是被迫動手。你可以想一下說，從2013年就是習大大上來之後，習大大其實是步步進逼啦。其實我是觉得中國要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不要那麼急的話，他其實是有機會解決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太急了，他先解決香港，解決香港的那個手段實在太醜陋了，讓全台灣都看在眼裡嘛，對不對？第二個就是說，那他要站起來跟美國叫板這件事情，這個是美國沒有辦法接受的，特別在南海。對，那美國一定會想說，開玩笑，怎麼是我扶持你來跟我叫板呢？那這個鐵定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是覺得，今天中美戰爭呢，走到這個地步啊，這個中國自己要想一想，你到底在幹什麼啦？你在幹什麼啦？就本來是不需要走到這一步的啦。真的是馬照跑，舞照跳，可以繼續一路下去的啊！13年之後是整個就是完全翻盤嘛。你走到現在這一步，很難有回頭路了嘛。因為如果習大大這個時候突然示弱的話，那我覺得他地位大概也不保了。對，所以這個已經是火車要對撞了。那火車要對撞的時候，你只能選一邊啦。你說台灣只能選一邊？對，你不能在海那邊想說什麼一大堆人在畫什麼等腰三角形，沒有這種東西，你會被2台火車夾死啦。對不對？你只能選一邊嘛。這很像那個日本的這個所謂的官員之戰，沒有任何中立的空間。對不對？你只能選一邊嘛。你只能選一邊。對，那我覺得為什麼剛剛提到問這個問題，是我自己覺得在台灣這個角色就變得對美國來講更重要的是，我不但是這個在 AI 上面我有這個產業鏈，我不但是說我今天的地緣政治上我是第一島鏈最重要的樞紐，我覺得現在中美爭霸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你的生產力的競爭。因為美國現在川普他後來為什麼要打這場戰爭？他其實發現了一個。在生產力上面，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能夠跟中國相比。如果你要比工厂的制造、工厂的這個所謂的生產力，你的這個工廠的效能，大概中國現在看起來是全世界第一。可是如果沒有台灣，它既然我覺得很妙它唯一能夠跟中國抗衡生產力的這個部分，我這樣看來看去，它只剩下台灣了。那如果你沒有台灣，剛剛講你已經不是盟友的信不信任，你已經不是你失去地緣政治的這個所謂的最重要的樞紐。你也不是說你這個 AI 的產業鏈，是你在根本的工業基礎上面，我覺得沒有想到台灣辦這，就是你連工業基礎上面你都完蛋了。這個就是過去30年我常常覺得這是過去30年華爾街對美國造成的最大的惡果。在過去的30年，華爾街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look down， 瞧不起製造業，瞧不起產能他們覺得我們都會做。這個東西都不要，而且它在產能移出去的時候也沒有什麼規劃，所以很多產能大量的移到中國大陸去嘛。那包括蘋果大量的把產能塞到中國大陸去，這些華爾街還有這些科技公司的人，他們要為今天中美要走到這一步，也要負一點責任。這是他們的問題嘛。是那現在美國發現不行了所以現在只能靠什麼？就是靠東北亞3國嘛，就是台日韓，就是靠這3國的這個。製造力來對抗嘛，所以他一定是拉了這3國啦所以你去看半導體，整個全世界可以投資的就是4國嘛，就是台日韓加美國，就這4國嘛所以這個會是半導體跟製造業同盟的一個核心就是說他們那個這個中國大陸裡面有什麼中國加俄羅斯加伊朗加北韓嘛這個看起來就是美日台韓嘛，而且中間還有一隻蝙蝠吧。這邊搖來不定的那個韓國嘛，對，所以其實是3個半，3個半啦所以這個其實會是一個製造業對抗的一個基礎吧。對啊，我同意。對，你覺得這是一個製造業？我同意。對啊。然後那個製造業的基礎了以後呢，它其實剛剛講又回到你一開始，其實是我覺得為什麼現在美國要在 AI 上面，我要跟你楚河漢界、堅壁清野，那因為那個是美國在製造業上面唯一可以反敗為勝的一個契機。那現在問題是好，現在黃仁勳領軍，黃仁勳也講他說現在非常擔心中國的這個 AI 的這個生態系也會起來，
所以變成現在是中美的 AI 的生態系的對決。那台灣，你剛才講為什麼我不能選邊？所以你這兩個生態系是一定楚河漢界啊！你不是選擇美國的生態系，就是選擇中國的生態系啊。那如果選擇是中國生態系，那台灣一點競爭力都沒有了。對，中國自己就捲死了，捲死了。對啊，中國就要捲死了嘛。所以你只能選一個有高附加價值、自己有價值的東西嘛。我跟這個人同盟，我有價值；你跟另外一個同盟，他們自己都做得比我好，我去跟他同盟，我有什麼價值？那我大概率是沒有價值。所以你一定是選那種同盟完之後自己比較有價值的那一邊去加盟啊。你不太可能去加盟一個，說我加入之後，他很多東西都做得比我更好的地方加盟，那沒有什麼意義啊。對啊，這個是最基本的邏輯。他比你的價格更低。對啊，他的這個他比你更拼命。對啊，他會來把你所有的公司都買走啊。对啊。其實我覺得這幾年我一些感受也最深刻，就是當時馬英九的当那個你看到我們的面板廠，他來台灣，然後參觀你的面板，然後把你的面板技術全部學去，然後最後把你低價傾銷，你的所有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我也不懂說為什麼你已經經歷過這麼多的慘痛教訓以後，還有人會寄望那個地方。人最大的愚蠢不是學習新觀念，是忘掉舊的。他永遠都在過去那一段嘛，永遠都在過去那一段嘛。所以台股漲到45000，大家還是會覺得說，以前的時代比較美好嘛。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問題了。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